在僵尸毁灭4.2版本中新增了一个服装的分支，那便是护甲。它们可以提供大量的防御，保护人物在战斗中尽量免受伤害。这些护甲装备，我将它们分为2类：手工护甲和非手工护甲。非手工护甲就是你能得到得靠运气，属于随机物品。但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手工护甲部分。手工护甲的意思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基础的材料，在阅读了制作杂志、书籍或者是合成技能达到一定等级，便可以制作的护甲。护甲一般是无法用材料修复的，相当于消耗品。但是护甲与普通的服装是不同的，人物一旦被丧尸攻击之后，普通的服装承受伤害之后便会出现破洞。一旦衣服某个部位出现破洞，那么身体对应的这个部位便会丢失防御力，下一次被丧尸攻击会很大的概率受伤。护甲则不同，我们查看物品属性代码可以看到，一般护甲都会有一个 can have holes 为 false 的这个属性。通俗的理解就是这个衣服、服装能否被丧尸咬出破洞，如果是 true 的话，那就是能；如果是 false 的话，那就是不能。一般护甲这个属性都是 false， 所以呢，护甲即便是被丧尸攻击了，来承受伤害了，也不会出现破洞，所以能够持续提供给身体保护，但并不代表你能成为无畏的坦克硬刚丧尸狮群的伤害啊。默认的设置下，一旦有大于2个丧尸一起攻击你的话，那你会被原地处决。同时呢，护甲也会受到损伤。在护甲的属性中有这么2条属性 Condition Max 和 Condition Lower Chance One In， 这2个值分别代表护甲的最大耐久值和耐久的降低概率。比如这个金属胸甲，它的最大的耐久值是5，被丧尸攻击时有1/4的概率，也就是 25% 的概率会丢失1点耐久。一旦耐久被清零，那护甲就没有任何的保护能力了。同时护甲会有移动速度、攻击速度，还有不舒适的惩罚，毕竟一件物品不能全都是优点。4.2版本中的手工护甲我分成6种类型。第一种是杂质护甲和2次加工的护甲。杂质护甲，没错，就是你平时搜集到的这个杂质。这个东西可以加一点管道胶带来制作，来得方便，但是会被丧尸咬穿，并且没有耐久一次性的护具。杂质护甲有个特点，不能在雨天长时间使用，因为雨水淋湿了，那护甲也就报废了。2次加工的护甲，平时你可以搜集到一些军用的防弹衣啊，或者是警用的防弹衣等等。如果这些护甲太多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拆吧，2次加工做成大腿的护甲或者是前臂的护甲。但是制作对缝纫的等级要求比较高，至少需要6级。其实制作这个护甲的性价比我感觉并不是很高，而且也属于一次性的护甲，被丧尸咬坏了就没了。第2种是木质护甲。木质护甲总共有5个部位：护胸、护肩、小腿护甲、大腿护甲、前臂护甲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护肩无法跟背包同时装备，得2选1。不是你妈了，我肯塔基超人同时背个背包穿个护肩怎么了？木质护甲的材料简单易得，肯塔基最不缺的就是木头，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。虽然护甲是有耐久的，但是耐久都是很低的，期望耐久只有6。不过好在材料容易获取，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第3种是皮质护甲。皮质护具方面可以制作的有前臂、带刺的前臂、护颈、护裆。我们肯塔基超人腹股沟终于有护具了。当然呢，还能制作皮手套、皮裙、皮质内裤，这些都不能算是护甲了，这里我就不多说了。这里出现了一个带刺的护具，经过我的实测呢，带刺的护具完全可以反伤丧尸。但如果哪个丧尸要是穿了带刺的护具，近身肉搏的话，比如推搡、踩踏，那你也会受伤。总体来说，皮质护具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。首先是材料方面，皮革是从动物身上获取，如果动物养殖的周期比较长的话，那时间成本就比较多，野生动物只是偶尔遇见，所以属于中后期的道具。再加上皮质的护具是一次性的护甲，坏了就无法修复，性价比必然没有那么高，你还不如留着皮革材料制作一些皮手套、皮水壶什么的更好。第4个是轮胎护甲。对，轮胎也可以拆下来切吧做成护甲，能做的有5个部位：护胸、护肩、小腿护甲、大腿护甲、前臂护甲。
防御属性方面还是不错的。护甲不是一次性的，有耐久、期望耐久都是10，但是轮胎护甲它比较重啊，其重量是木质护甲的2到3倍，装备之后极大的降低了人物携带物品和搬运物资的效率。虽然材料方面肯塔基不怎么缺车，随便拆个轮胎就能做，但是制作需要一个关键性的道具搭扣，这破玩意儿自己是做不出来的，你只能到处去找。我知道在一些古董店、当铺或者是缝纫店里都可以找得到，不过没有那么容易找得到。肯塔基能有几个古董商店、当铺还有缝纫商店是吧？所以就因为这一个必须的材料，拉低了轮胎护甲的制作性价比。第5种是骨质护甲。骨质护甲能制作的有7种，这里我把骨质手套也算到里面了。骨质的道具首先是非常的轻便，而且很适合夏天的穿戴，跟木质护甲有一样的期望耐久值。相比木质护甲多一个颈圈，虽然它是一次性的，但是大家都知道颈部对于肯塔基超人来说非常重要是吧？一旦被咬了真是遭老罪了。而且骨质颈圈能够提供给颈部100的防御力，能够帮助你完全抵消一次丧尸的攻击，所以还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到了后期的话，养殖发展起来，皮革和骨头材料就不是很缺了。虽然制作性价比相较于木质护甲来说低那么一点，但比其他的护甲制作性价比可要高了不少。第6个是金属护甲。金属护具倒是挺多的，我就不一一列举，只挑选出有代表性的金属护具，总共有8个：头盔、护胸、手套、护裆、护颈、大腿护甲、小腿护甲、前臂护甲。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属性，在重量方面虽然是金属，但是其重量并没有轮胎护甲那么重，而且期望耐久值非常不错，都能达到20，很耐用的。但值得做的，我个人觉得只有头、胸、手、颈、护裆这5个部位，其他3个部位的制作都需要关键性的道具搭扣，这玩意儿只能找不能做，所以如果你实在找不到搭扣的话，其他部位不如用骨质或者是木质的护甲来替代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对于42版本的护甲来说，我觉得是一种进步，能够把一些平时用不到的材料利用起来，极大的提升人物的保护，减少人物的死亡率。如果你也想打造肯塔基钢铁侠的话，不如来尝试做一些护甲吧。关于僵尸毁灭工程中的手工护甲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。